是吗？我看你淡定得很呢，倒是我要被你吓死了。是吗？是啊，好端端的一个浮屠塔里面冲出来那么多的鬼魂，能不吓人吗？你连招财都不怕，你怕那些小鬼做什么？小鬼？你该不会真的以为他们是从浮屠塔里面放出来的吧？那些是招财的口粮，是从我装鬼的笼子里放出来的，加点障眼法把所有人都骗了，造假之事我是专业的。裴洛白一愣，竟然是这样。那你可真的是太专业了，连我都骗过去了，可是吓了我一跳啊。说明大师兄的小心肝不耐造，但凡你跟我出过门都不会这么大惊小怪。不信你去问问其他师兄。有机会？有机会的，你不要想那么多啊，总有一天真相大白，也会沉冤昭雪的。你就这么相信我？可是我真的杀了人呢。那肯定是因为他们该杀。裴洛白一怔，他的小师妹竟然这样无条件的相信他吗？大师兄，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不要瞒着我，不要说什么连累我卷入这场漩涡，我当着所有人的面带走你，这事我就再也脱不了干系了。我其实是神医谷下上一任白羽灵灵主之子，10年前白羽灵满门全灭，只有我一个逃掉了。这桩往事我打听过，面上说的是你爹走火入魔杀了白羽灵满门，最后被丹心堂的人诛杀，从此以后你们一家被神医谷除名，成了神医谷不可提的耻辱。白羽灵是被丹心堂灭的门，我爹一介丹修，再如何的走火入魔，他也没有那个能力一人诛杀白羽灵满门，一个都逃不出去啊。我记得那天晚上丹心堂的人全都来了，他们来的时候客客气气的，像是探访一般，而唯有我爹，他慌张地将浮屠塔交到我的手中，让我躲进密道里面去。他对我说，无论发生什么都不可以出来，这浮屠塔他要我交到神医谷的手中，若是我做不到的话，就毁了他。我是我们白羽灵唯一的一个剑修，从小就不听话，喜欢练剑，不喜欢炼丹。我爹看我没有那个天赋继承衣钵，也懒得管我了。可谁曾想到了最后，我却是唯一一个有能力带走浮屠塔的人。我爹把我藏起来之后不久，丹心堂就动手了。我躲在密道里，我想出去救人，我想去拼杀，我想去跟白羽灵共存亡，可我不能，我只能听着我的亲人一个一个在痛苦声中死掉，自己躲在暗处苟活。裴洛白深吸了一口气，闭上了双眼。我记得没错的话，浮屠塔一直是丹心堂的宝物，怎么会到你爹手里？因为有一次到丹心堂做客的时候，我爹不小心发现了丹心堂的秘密，所以回来之后他就一直想办法把浮屠塔拿到手。他以为他做得很好，可丹心堂马上就发现了，他还没有来得及把浮屠塔上交给神医谷，丹心堂就找了过来。后来呢？你去哪儿了？后来我被丹心堂的人给发现了，他们一路追杀我。我不太想直接去神医谷上交浮屠塔，可我还未到。裴洛白的声音低沉了下来，灵池中的身体不停地颤抖着。你还未到就听到了神医谷的宣判，你爹走火入魔杀了白玉灵满门，你们一家被除名，而丹心堂诛杀他有功。我没有想到神医谷会做出这样的决定，但凡他们仔细查验便会知道，我爹不可能会做出这样的事情。他们为什么要帮着丹心堂冤枉我爹？为什么要我们一家蒙冤？可笑，我爹在临死之前还要我一定把浮屠塔交给神医谷的，让他们公正处理。裴洛白深吸了一口气，声音发颤。我爹是这样信任神医谷，这样信任他的师兄的。好绝望啊，那你怎么办？我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我只能不停地跑，没有希望，漫无目的地跑，带着浮屠塔一路逃亡，逃到我也不知道是哪里的地方。后来我被丹心堂追杀，坠入深谷，我以为我死了，可等我醒来之后，我就被带回了清玄宗。原来大师兄是被这样捡回来的呀。回来之后你当时就没想过要报仇吗？为什么到现在忽然想起要报仇了？因为我的记忆被封印了。这就说得通了。
他说之前大师兄整个人好好的，一点都不像是带着血海深仇的样子。也就是说，你忽然去诛杀丹心堂满门，是因为你的记忆被解封了，你想起了一切。对，封印了10年的记忆，忽然涌上来的那一刻，就像是发生在昨天，一切是历历在目。我的家人死在了他们深爱的故土，背着骂名，含冤10年。10年前的我，没有能力为他们报仇。10年之后，我已经可以做到。那我为什么不去做呢？他们该死，早在10年前就该死。丹心堂满门没有一个无辜的。眼看着裴洛白的情绪渐渐失控，叶玲珑赶紧伸手捂住他的眼睛，同时大重生术的力量一点点注入进去，帮他慢慢的平缓心情。大师兄，你不要去想了啊，那些都过去了。那些过不去，我无法为他们含冤昭雪，至少我能为他们报仇雪恨，哪怕是死。反正10年前我已经找不到活着的意义了，死之前我要帮他们一起带下去，带到我的面前磕头认罪。大师兄，你别这样，他们能沉冤昭雪，我陪你一起，我们可以做到的，你相信我。小师妹，这件事跟你没有关系，你不该卷进来的。怎么没有关系？从我入清玄宗的第一天，你给了我1枚戒指、1袋灵果、1万灵石开始，你的一切就都跟我有关系了，受你之恩一世不忘。裴洛白苦笑一声，那算是什么恩呢？我说算就算，那时候没有人收留我，我凡事的爹娘也偏心眼，对我不疼不爱，是你，是清玄宗给了我一栖身之地。我只是例行公事的。可是对于我来说，那是珍贵的善意和无条件的疼爱啊。大师兄，若是有一天我被人围剿，我人人得而诛之，你会不管我吗？当然不会啊。所以我也是啊。那一刻，裴洛白许多年未曾湿过的眼眶温热了。大师兄，你感动了吗？这满腔感动，甚至眼角温热的裴洛白一脸问号。我看鸡血也打得差不多了啊，我跟你说点现实的问题。正在努力适应小师妹节奏的裴洛白无语了，倒也不必转折如此突然。你的记忆肯定是师傅给你封印的，除了他也没别人。他为什么封印你记忆又带你回来，居心和目的尚未可知，是好是坏我也说不准。但这时候解开你记忆封印的人肯定不是个好东西。裴洛白从满腔的情绪之中抽离出来，此刻也冷静了下来。解开我封印的人是神医谷的，是当时我表弟找回来的，说他是神医谷弟子里面的新天才，说让我试试。我去了，而他也真的恢复了我的记忆。叶玲珑眉头一皱，你表弟？对，是我表弟，跟我关系很好。那次我本想和6师弟一块的带你出去历练，中途就是遇见了他，我才离开的。你不是不记得了吗？是不记得了，但他的身上有一块跟我一样的玉佩，我认了出来。可他怎么就那么巧出现在你面前？他说他是听到了巅峰舞会的消息，知道我在清玄宗，特地赶过去找我的。可当初我们是在继承分开的，我们躲我们的新师傅躲那边去的，不在九华山。他为什么会在继承跟你遇见？我不知道，但他应该不会对我下手的。我们感情很好，而且他看起来不像是有这样心机的人呢。他不知道我家的事情，只知道我家灭了门，特地听说了我的消息来找我的。你出了那么大的事情，那他人呢？我去丹心堂寻仇之前，把他捆在了石泽谷外面小镇的一个客栈里，避免他跟着我送死。以他的实力来看的话，这会儿应该还捆着呢。这得是实力多差，一眨眼都过去4天还捆着呢。小师妹，你是怀疑是他在背后操纵吗？可直觉告诉我跟他没关系啊。听你的描述应该是没多大关系，毕竟他听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估计是被人给利用了。被人利用？对，也许是有人从巅峰舞会结束开始就在策划这件事情，先引导你的表弟上来找你，又让他在你身边，让你对自己的身世有个简单的概括，然后又欺骗他说神医谷弟子可以恢复你的记忆，从而利用他做桥梁解开你的封印。如果有人这么早就开始布局，布了好几个月，那这心思也太可怕了吧。大师兄，给你解封印的人是不是一个女人？看起来就比我大一些，修为金丹，她甚至都没给你把脉，直接就上手给你解开封印。
小师妹，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猜的，看样子猜的没错，就是他了。是谁？叶荣月。什么？那天他给自己解开封印的时候戴了个面纱，来得快，走得也快。他被大量的记忆冲击的根本没心情想那么多。可是，他为什么要冒充神医谷弟子，来解开我的记忆呢？为了让你去屠灭丹心堂满门，从而有机会亲自手刃你这个大魔头。你死了，你手上的浮屠塔才会落在他手中。他是个名门正派，要杀人夺宝，不得需要点理由吗？可是我不明白，当年的秘密，他怎么会知晓的一清二楚呢？甚至连怎么解封印，他都知道啊！我也在疑惑呢，为什么哪有宝物哪就有他？而且他人还没到，就笃定那宝物是归他所有。他要么和他一样穿越重生，要么就是有法宝，一个可以给他提供许多信息的法宝，这就能很好的解释他的锦鲤体质和大气运了。原来都是假的，他利用的就是掌握信息，曝光清玄宗每个人的隐私，把清玄宗所有人逼成反派，然后再堂而皇之的杀人夺宝。怎么就那么巧，清玄宗人人都有不可告人的过去呢？而叶荣月这法宝又是哪里来的呢？大师兄，你是不是至今都不知道浮屠塔的秘密？我确实不知道，10年前被追杀的时候没有时间研究。小师妹，你……裴洛白正想问，便看到叶玲珑已经拿出了浮屠塔，打开了他的第7层。那一瞬，他瞪大了双眼，震惊非常。只见在浮屠塔的第7层，里面种植着一种奇异的植物，这些植物下面的根系埋在红色的土壤里，土壤中飘来一阵浓重的血腥味儿。植物的上面长着一个又一个透明的圆泡泡，每一个圆泡泡里面装着一个小小的人儿，这些人儿蜷缩着身体，一动不动地漂浮在泡泡之中。若不是泡泡底端有一根经脉连接着每个人的心脏，他们能看到心脏的跳动似的经脉里的血液和营养在不停地输送。他们甚至要怀疑这些一动不动的人全都是死的。这是……好可怕，好吓人啊！怪不得当年他爹拼了性命也要把浮屠塔弄到手，交给神医谷处置。他们除了身体活着，魂魄早就被抽干了。他们被养在里面，单纯就是被当作躯体来养，用于给那些身体坏死、灵魂还未飘去的鬼界的人重生。原来这就是丹心堂的起死回生术吗？原著里叶荣月发现这个秘密之后，选择了隐瞒。在后面的剧情里，他为了救他的舔狗，甚至把里面的躯体拿出来用过，所以他对这些的用法一清二楚。所以，丹心堂所谓的起死回生，其实就是一命换一命。不是无数条无辜的命换一条。什么？人若是长时间没有魂魄，肉身是会腐坏的，所以要保存这一肉身需要很多道工序，做出很多残忍的事情。工序多了就容易出岔子，一出岔子这肉身就废了。这里边的肉身能留下那么多，为他而死的人至少是翻几倍。在裴洛白震惊不已的时候，叶玲珑又道：而且新的魂魄进入到躯体内是有可能不适应的，一旦不合适，那具拿出来的躯体也废了，一直到找到魂魄契合的躯体，至少要浪费好几个。光是听着，裴洛白便觉得心惊肉跳，残忍至极。这得是多丧心病狂不择手段，才会想到这样的办法去救人。所谓的妙手神医，背后竟然如此泯灭人性，他们死的一点儿也不冤。大师兄，这浮屠塔明明是10几年前就已经被你带走，可这一次神医谷却对外宣称是你灭了丹心堂，夺走了丹心堂至宝浮屠塔，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裴洛白摇了摇头，这么多人心险恶，这么多阴谋诡计，他根本就算不清了。意味着神医谷并非上下一心，有的人跟丹心堂串通，但有的人却是不知情的。那些心怀鬼胎的人借着你灭丹心堂的契机，把浮屠塔丢失推到你身上，以隐瞒10年前白羽林灭门的真相，对上欺瞒，对下隐藏。裴洛白听完叶玲珑的分析，渐渐地理清了所有事情的来龙去脉。也就是说，当年神医谷直接给我爹判了刑，就是因为有人跟丹心堂串通一气，因为怕10年前的旧案被掀开，也怕浮屠塔的秘密被发现，所以这一次顺势全部把罪名推到我这里。叶玲珑点了点头，正是因为这样，才给我找到了突破点。所以，你故意在所有人面前用浮屠塔释放鬼魂，让所有人怀疑这一座浮屠塔里不干净。对，一旦有人怀疑，就会有人想要求证。一旦打开浮屠塔，这秘密就藏不住了。
届时10年前白羽林被灭门的真相，以及10年后你灭丹心堂报仇的原因，才会大白于天下，为父报仇，惩奸除恶。大师兄，你是受害者，不是大魔头。裴洛白怔怔地看着眼前的小师妹，心情很复杂。他以为他只是凭借着满腔的同门情谊就冲过来救他了，没想到他早早就做足了准备。他说可以救他出这个泥潭，不只是说说而已。看着眼前13岁还差几个月的小师妹，裴洛白忽然间觉得老天爷并没有真的放弃他，他派了一束神光降落到他的身侧，将他从深渊地狱之中拯救出来。大师兄。此时的裴洛白看着叶玲珑的目光更温柔，更疼爱了许多。他想，即便是他想要天上的星星，他也会毫不犹豫地去摘下来给他。你可知错？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辛苦又艰难地跟你分析别人的阴谋吗？还要费脑子去思考如何破局。因为敌人太阴狠了。不是因为你太弱小。我之前在清泉宗的时候一直跟你说，叫你好好修炼，不惜一切的叫你修炼，可你呢？我修炼了呀。成果呢？元婴后期。如果不是这段时间被小师妹压榨着拼命修炼，他现在恐怕只有元婴中期。假如你再努力一些，现在是个化神，你还会被人围剿吗？我还需要千里迢迢来救你吗？我们还需要分析谁的阴谋诡计吗？在绝对的力量面前，所有阴谋诡计那都是垃圾。你本可以化神修为，站在丹心堂的废墟之上，等着那些蝼蚁过来仰望，然后大声告诉他们，老子为父报仇，哪个不信过来受死。说的好有道理啊，但凡他修为再进一步突破化神，他都不需要考虑什么同归于尽。所以大师兄，你知道错了吗？气氛都到这里了，裴洛白也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我知错了。那就不要浪费时间了，灵吃都给你准备好了，整理一下你自己啊，迅速投入修炼中，赶紧突破化神，带我装逼带我飞。裴洛白深吸了一口气，就赶紧开始修炼。他仅差一步化神，若能突破成功，他很快就能让他爹和他自己沉冤得雪，让真相大白于天下。叶玲珑没管裴洛白心里想那么多，一心惦记他那把第一次用就被划了个口子的小红伞，他快心疼死了。这该死的叶荣月，招财划他脸算轻的，下次就该把他的脸给撕了。大叶子，叶清玄现了身，睁开眼睛，一脸无奈地看着他。他才刚入睡没2天，消耗的灵魂力还未补充回来。怎么了，小叶子？我的伞坏了。叶清玄一怔，干大家去了？对啊，他不惜爆掉自己的灵宠来炸我，也忒狠了。那你受伤了吗？没有，招财把他的脸划了。不过下次再遇见，我定要杀了他。我给你修伞吧。叶清玄刚说完，转眼看到了他身边的浮屠塔。哎，这儿还有一座宝塔，里面的药材不少啊。是啊，我看到有个材料不错，修完正好给你升级一下。叶玲珑眼睛一亮，这小红伞不仅能修好，还能顺手做个升级，这也太棒了吧。那你进我身体里来。叶玲珑眼睛一闭，大有一副我的身体随便给你的架势。他到底有没有点概念？这没心没肺的样子真的叫人好无奈啊。他俩有了上次的经验，这一次他进入的时候更快更顺畅，下一秒他便睁开了眼睛。叶清玄拿出那把损伤的小红伞，正准备修补。小师妹，你在干什么？我在修补我的小红伞。需要帮忙吗？不需要了，大师兄你好好疗伤，抓紧修炼。叶玲珑回答完了之后，看到叶清玄已经在动手修伞，他的身体借给他用了，他现在有点无聊。对了，身体用不了，魂魄还是自由的，他可以修炼九霄神魂诀呀。于是他迅速的集中精神，进入到了修炼状态当中。裴洛白身上的药已经上完，他抬起头的时候，发现小师妹还在修伞，而且过程好像很复杂。小师妹，你这把伞是你的新武器吗？看起来好漂亮啊。裴洛白问完，却发现小师妹没理他。小师妹，叶清玄手一顿，抬起头。不是让你修炼吗？还在这儿问东问西的，你是真的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修为这么低吗？小师妹怎么忽然变得那么凶啊？而且声音好冷啊。我只是关心你一下嘛。再不修炼，我把你头给掰了。他是被鬼上身了吗？怎么会忽然变得那么恐怖啊？刚刚那个口口声声说要救他出泥潭的小师妹呢？就在裴洛白吓得脸都白了的时候，叶玲珑忽然对着他转过头来，
然后冰冷的脸上忽然露出了一抹甜甜的笑容。大师兄，我跟你开玩笑的，快点修炼哦。裴洛白看到这忽如其来的笑容的时候，他浑身僵直，觉得小师妹更恐怖了。裴洛白迅速地转过身去，生怕小师妹下一步会做出更吓人的举动来。这一定是他重伤之后的错觉，赶紧修炼，突破化神，一切妖魔鬼怪全消失。看裴洛白进入修炼状态，叶玲珑也放心地重新修炼起九霄神魂诀来。时间一点一点过去，叶清玄花了1天1夜造好的武技，又花了1天1夜的时间修补。修补好了之后，他从浮屠塔里拿出了新的材料，他将新材料用于小红伞之上，又花了1天时间给他做了个升级。升级好了之后，他拿起小红伞尝试了一番，效果不错。从小红伞上迸发出去的力量刺入了周围的石头之中，石头瞬间裂开，碎片掉落下来。叶清玄满意的点了点头。裴洛白正在灵池里震惊的看着他，他原本想跟小师妹说一声，他要进入突破的关键阶段了，需要花费1-2天时间，让他自己小心一些。小师妹，你什么时候学会的练气啊？我记得你之前想要灵气都是直接找三师妹做的呀。关你事？又来了，那个要掰他脑袋的凶巴巴的小师妹，她又来了。我就是问问，2天了，我伞都修完又升级了，你还没突破啊？2天时间，他又疗伤，又把修为提到突破口，还不够快？小师妹，我正准备尝试突破呢。哦，给你1个时辰啊，搞快点。裴洛白简直不敢相信他听到的，1个时辰是什么鬼？闹着玩的吗？小师妹，1个时辰可能不够吧？那就1个半时辰。裴洛白深吸了一口气，一脸的为难。一个半可能也，1个半时辰搞不定，你还修什么仙？拿把刀抹脖子，重新投个胎吧。啊？说不定下辈子资质能好点。那一刻，裴洛白心态崩了，他的表情正光速裂开的时候，叶玲珑忽然闭了一下眼睛，然后露出了一抹甜甜的笑容。大师兄，我跟你开玩笑呢啊，你不会当真了吧？好可怕呀！大师兄，你说你要开始突破化神了吗？你看啊，我就说了你要多努力一些吧，你一开始努力就进步神速，2天时间就突破点上了。你放心突破吧，这几天我会在这儿守护着你，直到你突破完成的。他是不是在说反话？会不会1个半时辰之后他突破不了，他就把他头给掰了，送他去投胎，重新抽个好资质？大师兄，我一定会尽快的。说完，裴洛白一句话也不敢多说，赶紧吞掉戒指里最值钱的那几枚丹药，豁出去了。幸亏他醒得及时，不然大师兄又要被叶清玄给吓坏了。我的伞修好了。修好了，还做了个攻击特技。真的？示范给你看。等等，我们走远一点。裴洛白从结界里走出来的时候，看到的就是小师妹正在拿她的新武器疯狂砍树碎石，几乎要把这一片都荡平了。下一秒，他一个回身，无数的红叶朝着他攻了上来。裴洛白感受到红叶里强大的力量，他后退一步，抬起掌心，硬生生的将他所有的红叶接下。大师兄，你突破成功了，你真的成功了。裴洛白心情愉悦的点了点头。你才花了1天时间哎，你也太快了吧。裴洛白的笑容顿时一僵。他是真心在夸吗？还是又在阴阳怪气的？下一秒会变脸吗？我清玄宗第2个化神诞生了，我看以后谁还敢再乱动我清玄宗，死，统统给我死！裴洛白被他这副模样给逗笑了。哎，小师妹，你当心点儿，别摔着了。怎么可能会摔？我化神期的大师兄不允许。大师兄，我们走啊！去哪儿？去杀川修仙界。叶玲珑当然是开玩笑的。小师妹，你学过易容？大师兄，这叫化妆，在我们家乡人人都会。化妆堪称变脸，奇操物溜。简单的遮掩了一下彼此的容貌之后，叶玲珑又花了点时间在裴洛白身上做了个静置，把他化神期的修为压到了金丹期。搞完之后，叶玲珑便带着裴洛白离开了石泽山谷。唉，这次没能抓到裴洛白啊，实在是太可惜了。那么多人死在了石泽山上，结果还是无功而返。我听说呀，最惨的当属是昆吾城了，他们那个首席大弟子被一剑穿心了，现在还生死未卜呢。
这个我也听说了，好可惜啊！他那么强，在他的带领下，昆无尘才拿到4大宗门第1的位置。我还听说这一剑是七星宗那个天才少女叶荣月给赐的。宗门内斗吗？听说是因爱生恨。那他回去怎么交代呀？他压根就没敢回去。昆无尘掌门去找七星宗掌门要说法，七星宗掌门也没办法，人他也找不着，就赖着呗。听说2宗直接就决裂了，盟主都拉不回来。要我说，这七星宗掌门也太冤了，昆无尘竟然把账算在他头上了。别胡说，七星宗掌门可一点也不冤。听到这声音，其他人都好奇地转过头看向叶玲珑。看什么啊？我小道消息很多的。那你快说说。上次在青云州，叶荣月勾结妖族，人人唾弃，结果七星宗掌门只罚他4过半年。更过分的是啊，才2个月他就把人给放出来了。叶荣月就不是个好东西，恶狗不好好关着，却要放出门去，咬了人七星宗掌门不该负责吗？该全责好吧？叶玲珑这么一说，其他人都纷纷点头赞同。你不是说你还有很多小道消息吗？啊，都说说。我还听说了关于浮屠塔的事情。这下大家更激动了，全客栈的人都围了过来。不仅如此，外面路过的人也都往里凑热闹。石泽山上大家都看见了吧？浮屠塔里面关着的是无数的恶鬼。看见了，那么多天过去了，神医谷都没有给个解释。你们想啊，妙手仁心的丹心堂至宝浮屠塔里为何会有无数的恶鬼？说明他们在人前是悬壶济世，在人后杀人如麻。听到这话，在场的人全都倒吸了一口凉气。知道裴洛白为什么会灭丹心堂满门吗？为了浮屠塔呀。屁话，浮屠塔再好能有他的大好前程好吗？巅峰武会高级组第1，清玄宗首位，年轻有为，潜力无穷，打败了4玉辰的人。哎，这为了抢一座浮屠塔去自毁前程，他有病啊！大家一听觉得十分有道理啊。那是为什么？那肯定就是寻仇啦！哎，你们肯定已经忘记了10年前神医谷下白玉林的灭门惨案。他在那边绘声绘色地说着，仿佛人就在现场一般。大家听了一愣一愣的，还真就有不少人信了他的话。很快，修仙界里流传着司玉辰和叶荣月八卦的同时，也流传着裴洛白为亲人报仇的传言，连同七星宗掌门放恶狗咬人的恶劣行径也一起被流传开来。操纵了一波舆论之后，叶玲珑跟裴洛白挤出人堆离开了客栈，去寻找裴洛白的表弟。算算时间，这至少得有7天了，这还捆着呢。怪不得裴洛白一点儿也不怀疑他，他是真的很不聪明啊。看到裴洛白回来，陈七元激动的了2声，表示让他赶紧放了自己。你怎么不扶我一下呀？你也没喊我扶你啊。陈七元一愣，他说的好有道理啊。那我下次提前跟你说一声。叶玲珑点了点头，这属于是傻的合情合理了。表哥，你这几天跑哪儿去了？为什么把我捆在客栈里啊？他杀人去啦！不把你捆在这儿，难道还要带你去送人头吗？表哥，他开玩笑的吧？没有。那你以一人之力诛杀丹心堂满门，又被修仙界各大势力围剿，最后成功逃脱。哎，就是可惜了那一身的修为，被人从元婴打回到了金丹，好可怜。表哥，你怎么那么傻呢？裴洛白震惊的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张了张嘴，最后一个字儿也没说。算了。陈七元跑到裴洛白身边，拿起他的手腕摸了一下脉搏，摸到他曾经受过伤，此刻更加深信不疑了。那现在怎么办？我有一计，他如今这一身跌落的修为，唯有神医谷能治了。那么就神医谷。可是表哥灭了丹心堂满门，神医谷怎么会给他治伤呢？所以我们不能让神医谷知道他的身份。可身份不明的人，神医谷不治的。我们别走正常的治病流程不就行啦？神医谷新医堂，排队，有序排队，1人1根签，金丹排这边，不要乱了秩序。神医谷走了一批弟子，现如今急需招收新弟子补充进来，所以临时开通了一次神医谷弟子选拔。听到他说金丹排另外一边，陈七元便自觉地朝着金丹的队伍走了过去。隔壁筑基的队伍长得一眼望不到头，而这边金丹的队伍人数则相当少，加上他一共才4个。哎，4个？表哥和小师妹呢？
陈七元转回头寻找他们的身影，看了一圈，终于在筑基队伍的最后面看到了他们两个。他俩不是金丹吗？发什么呆呢？赶紧进去！怎么，不是来考试的？那赶紧走。我是来考试的，只不过为什么金丹和筑基不是一个队伍啊？因为修为不一样，考试难度不同。我是来学医术的，不是来修炼的，为什么要以修为来区分难度？你这么有想法，不如新一堂交给你来当家。也不是不行。眼看着那负责人正准备揍他，陈其元赶紧拿着签跑进里面考试去了。干什么啊？他又没撒谎。区新一堂他还看不上呢。大师兄，你说他医术很厉害，他不至于金丹的考试过不去吧？很小的时候他就表现出极强的天赋，我爹呀把他当亲儿子一样的教。后来呢，他又拜了医圣徐天成为师。他的医术水平别说是这种小考试了，就是神医谷亲传弟子来了也是比不上。叶玲珑点了点头。他没什么心眼儿，战斗力又很弱，他那一身金丹修为啊，还是他自己用丹药给堆上去的。听说他再过不久他就能够堆到元婴了。大师兄，他一个学医的金丹够他用了，可他为什么还要往上堆修为呢？为了上化神。他是有什么伟大的理想吗？去找他师傅继续学医算不算呢？他师傅去上修仙界了？是啊，他师傅的修为成功堆到化神了。上了化神之后，他抛下了我表弟，高高兴兴的背着行囊就跑路了。这是什么奇葩师徒啊？小师妹，我们真的要进去吗？我们都不会医啊，就算是筑基考试我们也考不过呀。大师兄别慌，我打听过了啊，这考试很简单的，只考基本药理和10000种常见灵草。这哪里简单了？1万种啊？也就1万种啊。1万种很少吗？反正不多，我昨晚熬了1个通宵就给背完了。这给他熬1个月他也背不完啊。可我1种也不会啊。不慌，作弊神器我都给你准备好了。那看到胖头那充满了轻蔑的眼神时，裴洛白从身到心都是拒绝的。大师兄，你把胖头当成是你自己的灵宠带着，让他来指导你该怎么答题。虽然他不学医，但他是毕清博老前辈养的果子，从小就跟着那些仙灵药草一起玩长大。别说他们的种类特征了，就是他们的隐私，胖头也给扒得一清二楚。是这么个道理啊，就是你家胖头不好带啊。小师妹，我怕我带不动他呀。大师兄你醒醒，你是要报仇的人，承受这点屈辱算什么？那行，我带着胖头去了。走进考场里，裴洛白置身于一个奇妙的空间之中，四周围漂浮着各种各样的仙灵药草，半空中出现了一行字：找出10种可以解眩晕状态的灵草。胖头的小手啪的一下敲在了裴洛白的脑壳上。念呀，我又不识字。他一化神，竟然就这么随随便便被一个毫无修为的果子给敲脑壳了。念完之后，胖头往四周看了一圈，迅速的给裴洛白找到了10种。很快这题结束，下一题迅速跳出来。只念关键字，搞快点，我不想输给叶玲珑。你要是拖后腿害我输给他，等下走出这个门我就举报你作弊。这果子胜负欲强就算了，为什么要把他也拖下水？时间一晃而过，他们很快就答完了。区这点题目根本毫无难度，这群愚蠢的人类。这果子身上也没长刺啊，怎么出口句扎人呢？裴洛白刚走出屋子，就看到外面有个神医谷的弟子在等他。你是目前为止参加选拔的人当中唯一一个在1刻钟之内完成所有题目挑战的人，你的成绩啊非常的优异，新一堂会重点的关注你。这根红色的签给你，你跟我来吧。他们走进了一个大厅室，彼时里面已经有很多弟子在等着。趁着厅里的人不注意，裴洛白偷偷摸摸的朝着叶玲珑走了过去。小师妹，你怎么是蓝签呢？你不是说你都背下来了吗？大师兄，我们不是混进来寻找你仇人的吗？当然要混人群里平平无奇。你这一只独秀的是想留下来当亲传弟子重点看护吗？他不想啊，他又不会医的。那现在怎么办呢？还能怎么办啊？我以为你混进来之后装样子就行了，可现在你成了重点的培养对象，我只好还得将胖头借给你。你俩相依为命吧，好好学习修成神医，大师兄你可以的。
裴洛白瞳孔一震，这不是他想要的结果呀！排队就好好排队，不要随便乱走。白小培人呢？被点了名的裴洛白身形一震，被迫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年纪轻轻，你未来必定前程似锦。你的情况已经上报上去了，很快就会有专门的长老过来亲自带你入门。你好好的在神医谷学。裴洛白的脸上看不出任何一丝高兴。不错，宠辱不惊。学医者最需要你这样的心态。谢谢夸奖，心态一崩。新一堂弟子的宿舍内，叶玲珑正悠闲地躺在床上，一边看书一边啃灵果。裴洛白一脸颓丧地从门外走了进来。他看到叶玲珑的第一秒愣了一下，他是太过想念小师妹导致自己精神恍惚了吗？大师兄，我看你好像不是很想进来，是在考虑是否要回去好好学习吗？小师妹啊，你怎么跟我一个宿舍？这男女有别，你怎么都不应该跟我分一块儿啊？男女有别算什么啊？有钱的是鬼推磨啊！贿赂管事这点小钱，我还是花得起的。还是小师妹办事妥帖，安全靠谱啊！小师妹啊，你不知道，我今天过得像是做梦一样。呼呼，我仿佛回到小时候，我爹逼着我学医的日子了。那些复杂又乱七八糟的灵草在我脑袋上跳，我瞪着眼珠子都要瞪瞎了，可是还是分不清它们，更别提记住它们的作用了。小师妹，我要被那个长老逼得快疯了。我甚至想啊，不装了，摊牌吧。没想到人都长那么大了，还得重新学医，好可怜啊！小师妹，你不用学医的吗？用啊。那你为何一早就回到宿舍里了？因为我学得太快了，长老顾及到其他弟子的进度没往下教，就喊我回来睡觉。不过大师兄你情况特殊，你是另外一个长老1对1的教学的，你若是学得太快，他只会教得更多，不会让你回来睡觉的。哎，你说你为什么那么冲动要考个第一呢？求求了，别戳心窝子了。就在裴洛白痛苦万分到怀疑人生的时候，你们两个果然在这里啊！我可算找到你们了！你们竟然把我一个人丢下！你们知道我这一天都经历了什么吗？看来你比我大师兄过得还精彩。屈原，你快说说，你今天如何了？我成为了神医谷大长老的亲传弟子，被安排住在大长老的山头。过几天的神医谷的阅读考核，他要带我去参加。厉害啊，七元哥，你都直接打入敌人内部了，你什么成绩啊？也没什么，就是一不小心打破了现任神医谷首席入门成绩而已。你们来神医谷是要大杀四方，成为最强？陈其元终于找回了自己的思绪，也想起自己为什么生气地冲上门来了。你们两个是不是在骗我？表哥的修为根本不是因为受伤跌落的，对不对？怪不得他第一时间没找到原因所在，原来不是受伤，而是自己下了禁制，封了自己的修为。对啊，那你们为什么骗我？怕你不肯来神医谷。你们为什么一定要来到神医谷？为了找到神医谷里隐藏的那位导致大师兄全家背负骂名至今的凶手。以大师兄现在的实力，没有人敢在二话不说直接围剿他，不给他说话的机会。他有能力站在所有人面前揭发浮屠塔的秘密，揭露丹心堂的面目和10年前的真相。可他一旦这么做了，所有的错误到丹心堂这里就停止了。当年神医谷里一手遮天纵容丹心堂污蔑白羽林的人，将永远也不会抓到。因为神医谷大可将所有的错甩到了灭了门的丹心堂身上，死无对证，再也无法救出他来。之前大师兄灭丹心堂报仇是无奈，因为他只能做到那么多。可现在有我了呀，我一定会帮他把凶手一个不落的找出来。而且浮屠塔里这肮脏的勾当，肯定不只是丹心堂所为。只有把真正的元凶抓住，大师兄的父亲在九泉之下才会瞑目。只有一切都解决了，大师兄的心结才会彻底消除，才会变成原来的那位被封了记忆的宽广温和无忧无虑一心修炼的我的大师兄。裴洛白彻底没了声音。陈其元听到这番话也安静了许久。行吧，我既然已经打入了敌人的内部，能做的肯定比你们多。你们说吧，要我做什么？叶玲珑勾唇一笑，傻是傻了点儿，但医术是真的厉害，不然他也不会带他来。简单，你既然已经在核心圈里了，你就应该给我打听一下10年前到20年前那段时间，谁是神医谷医术最强，可以做到起死回生的人。这是为何？叶玲珑把浮屠塔的情况简单的给陈其元讲了一遍，他听到之后震惊非常，并且立马就知道了叶玲珑的意思。你打听的时候自己小心点儿，别暴露自己的目的。你只是一个新来的向往最强医术的弟子。
嘿嘿，放心，这个我懂。交代完之后，陈其元便回去了。叶玲珑从戒指里取出了2张隐身符，贴上之后，他和裴洛白便出发了。裴洛白看着下面的弟子们，有的挑灯夜读，有的已经进入梦乡，他叹了口气：“怎么了，大师兄？”我爹就是师出神医谷，以前也是在这里当弟子的，后来凭借超强的医术晋升为长老，再后来被派往白羽岭坐镇。小时候时常听他念叨起神医谷的种种，那是他很向往的地方。他常说有机会带我回来看看。如今我来了，他却不在了。大师兄，今天上课的时候，长老说神医谷有个碑林，那是为过世的玄乎济世的神医所立。未来若有机会，给你爹也在里边立一块碑吧。碑林就在前面的谷主峰的后面，我带你去看看吧。好。2人在碑林前面落地。哪位贵客深夜造访我神医谷，何不现身进来，到老朽这里喝杯茶呀？九师妹，我被发现了。啊？那个老者是化神，我也是化神，他感觉到我的存在了。我们走。你的禁制没掉啊？小师妹，化神之所以是上修仙界的门槛，是因为到了化神，一切都跟之前不一样了。那如果真要动手，你有机会打赢神医谷那位化神吗？500年之前，他就已经是化神了。没关系，船到桥头自然直，没准儿他跟我们不是对立面呢。既然你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和跟对方的差距，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希望你自觉。裴洛白认命地爬到床上，拿出灵珠，开始了修炼。几天时间眨眼而过，就在裴洛白快要学不下去，而他的传授长老也已经开始怀疑他入门考试作弊的时候，神医谷月度考核开始了。叶玲珑往场上一扫，轻而易举的就看到了陈其元。然而下一秒，叶玲珑就看到了一个老熟人詹一行。